增进认知，实现自由。朋友们，这里是老管解牛。我们正处在战争的边缘。管理大约1000亿美金的桥水基金的创始人瑞达里欧发出这样的警告。他说，一个帝国正在衰落，另一个帝国正在崛起。大家都知道他指的是谁啊？那过去500年，每次出现这个更替的时候，都会发生战争啊，粉碎旧的世界秩序，建立新的世界秩序。而最近呢，全球是乱象丛生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伊朗和以色列互殴，那印度、巴基斯坦互殴，泰国、柬埔寨互殴，就连一向浓眉大眼的美国也叫嚣要夺取格陵兰，还要把委内瑞拉变成它的第53个州，加拿大变成它51个州，是吧？那中国这边呢，军委副主席通通全部干掉，那在台湾海峡步步紧逼啊。那同时呢，黄金价格一直飙涨，那这一系列的动荡乱象让人们非常忧虑。那达里欧的预言是不是真的？那为此呢，老管专门制作了一个4集深度的系列片。在这个系列片里，老管要带大家深入解剖人类3000年帝国兴衰战争史。那从大历史的角度梳理帝国兴衰的规律，解剖战争起伏的脉络，帮助大家构建起来一个全新的解释框架，理解当下世界的变局。那最后呢，我还要回答我们个人在这巨大的动荡洪流中该如何应对，如何调整我们自己的生活呀，如何布局我们的财富与资产呀。这个系列片内容比较多，比较深入，那是这些年来我花了好几年的心血深入研究建立起来的一个框架，但它一点都不枯燥。我相信你看完这个系列片，会对人类历史命运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达里欧的预警啊，然后指出他的问题。达里欧说，他复盘了过去500年帝国兴衰的历史啊，尤其是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兴衰，他总结出来一个不变的帝国兴衰周期率。那这个周期率大体上是这样的：帝国早期靠高水平的教育啊，提高人力资本，创新能力就爆发呀，然后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大增，那于是经济繁荣，经济产出也大增啊，那国民财富大增，在国际贸易中的占的比例份额也急剧上升，那进而呢，这个国家的货币会成为被世界广泛接受的储备货币。而这个帝国呢，为了维护它的商业贸易线路啊，维持它建立的世界秩序，它会建立起来庞大的军队啊，具有世界最强的军力。那这个时候呢，帝国将会进入全盛时期，成为世界霸主。但是此后，富裕的这个帝国民众啊，开始懒惰，劳动力成本太高啊，生产效率下降啊，开始无度借债，过度消费。那而此时呢，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在争相获得这个帝国的货币来储蓄，给这个帝国就借大量的钱，于是这个帝国呢就负债陡增。那债务陡增呢，就造成了资产泡沫、虚假繁荣。但是这个时候啊，这个世界会出现新的挑战者，那他们劳动力成本低，加大教育投入，学习了帝国的技术，那快速追赶发展，那慢慢的具有了挑战霸主的能力。那于是呢，就开始出现经济和军事的摩擦。那帝国为了维持霸主地位，会继续猛增军事开支，债务继续增长。那终于有一天，一个灾难时刻到来，人们感到帝国已经力不从心，纷纷抛售帝国国债，那帝国泡沫破裂，经济衰退。那这个过程中啊，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发生帝国与新来的挑战者之间大规模的战争。几次大战之后，原来的霸主呢逐渐式微，新的挑战者强势崛起，替代原来的帝国成为新的霸主，建立新的秩序。那这个新的帝国呢，又会沿着同样的周期率
向前发展。那具体来说呀，比方说荷兰，他就说崛起之初他有最好的教育创造了当时世界上1/4的创新技术，然后就走上了债务扩张之路，建立了强大的海军。那后来呢，英国又崛起了，几场英荷战争就把荷兰给挑翻取代，那他又走上了债务扩张之路，建立了强大的海军。那再后来呢，美国崛起，英国在跟美国多次这个战争之后被美国崛起超过。那今天呢，美国已经变成世界霸主很多年了，但是美国同样走上了债务无度扩张之路。那如今呢，中国又在崛起，那美国与中国在很多地区这个冲突摩擦不断呀。那达里欧暗示中国可能会取而代之，于是他发出警告：我们正处在战争的边缘，两强争霸，战争难以避免。那他说的战争包括了几个层次从贸易战到技术战，你比如那个限售芯片那再到政治战，就是互相拉帮结派，孤立对方，然后就是资本战，比如中国抛售美国国债美国把中国踢出 SWIFT 的系统最后呢就是终极手段军事战争。那但是呢，我们必须指出，达里欧犯了很多错误。今天呢，我就指出来其中3大错误，他的预测并不一定成立。那第一就是帝国崛起的归因错误。那达里欧把帝国崛起的归因归为最初的这个高水平的教育，这个逻辑上你显然是讲不通的呀。那好的教育它当然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它不是最早的推动这个帝国崛起的那个推动力呀。你试想一个社会如果全是贫穷的文盲，他们怎么可能忽然比别人就不一样，就建立起来最高水平的教育体系他们即使意识到教育重要，他们的认知能力也不允许他们建立起来最优秀的教育体系你比如说今天的阿富汗，那他们可能自己建立起来高水平的教育体系吗？就现在这个状态。好的教育它是经济发展民众富裕起来的一个结果，当然这个结果它又反过来会加速这个创新，加速经济发展，加速民众的富裕。那它是一个社会经济机器启动起来以后的另外一个加速器，但是它不是第一推动力。那第二，帝国周期率的总结错误。达里欧基于过去500年的帝国样本总结出来这么一个周期率。那他认为未来的帝国兴衰也是类似的。那这里面藏着几个巨大的错误。第一，他这个样本不全，那其中还有好几个帝国它完全不是他总结的那么回事儿。第二，就是他忽略了时代的变迁，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技术和经济形态的巨变，从西班牙到荷兰，从荷兰到英国，再从英国到美国，这几百年里恰恰是人类技术和由此而建立起来的这个经济形态发生根本性巨大而深远变化的时期。那这使得你越是最近100年的事情，你越不同于200年以前的事情。200年前、300年前的规律，你放在今天它根本就不成立了。你比如说，荷兰取代西班牙，英国取代荷兰，都经历了多次残酷战争。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美国取代英国，它就没有发生残酷的战争？你说那不是英国和美国它发生过那个什么独立战争，还有1812年战争吗？那确实是他们之间发生的战争，但是那个时候美国很弱小它根本不是说它崛起然后取代这个霸主，它是当时它的殖民地反抗这个不公平的税收，那么产生的一种摩擦。那直到100年后，也就是1880年，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的这个时间点上，没有发生他们之间的战争，对不对？你就这一条，你足以说明你那个帝国兴衰与战争之间的关系，它已经不成立了。那这一点我不展开在这里，我后面呢会在分析中呢让你看得一清二楚。第三，就是对储备货币和债务危机的分析错误。达里欧认为储备货币对帝国崛起实在太重要了，
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帝国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和好处。那主要就是这个世界各国都争相获得你的储备货币，然后用来储蓄，然后呢借钱给帝国，让这个帝国呢很容易借债，很容易繁荣。这个分析就非常离谱了。你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你储备货币本身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巨大的好处，货币它是中性的，你既不是好事儿，也不是坏事儿。帝国的货币为什么会被广泛接受成为储备货币啊？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在国际贸易当中，只有你的货币大家觉得最可靠、最有信用啊，所以愿意用你的货币来做这个贸易的结算货币。那当然手里他就持有你的货币了呀，那他也就变成储备货币了吗？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帝国并不会因此获得额外的好处啊。你这个货币只是一个交易媒介，你又不能说我哗印出钱来，然后去交给他其他国家，然后就哗啦把他们的商品物资全换来了。你不是啊，你是这个经济体当中无数的个体跟对方的那些个体在交易啊，你不是所说的这个危言耸听啊，直接印钞就可以买东西，不是呀。那如果你要是敢那么干，你就相当于你就胡乱印钞，那你货币很快就不值钱了呀。那人家怎么可能把你当储备货币啊？所以你当储备货币，你关键是你有信用，你否则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呀。那你说帝国可以更低的利率借债呀，那不就更有利于国家发展吗？这也是不讲经济规律的胡扯。你维持低利率大举发债，你肯定要通胀啊，你货币肯定它就是要贬值啊，你老百姓你受得了吗？就算你硬扛，那其他国家也不是傻子呀，明明看着你通胀了，然后刻意还维持低利率大发国债，那你的货币当然会贬值，大家会抛弃你呀，你还当什么储备货币呀？那所以啊，大家千万别觉得这个储备货币这是对这个国家有巨大的好处，能够赚到巨大的便宜，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个街头大爷们都特喜欢来鼓吹这个事情。储备货币是中性的，只要你想让你的经济健康发展，你就得维持它的稳定，维持它的币值可靠。那美国今天它的政府债务很高啊，那这确实是个比较大的隐患。但是呢，所谓帝国崩溃，是因为你这个储备货币发太多了，造成债务危机。这我觉得是强行编织的一个故事而已，事实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后面在讲这些帝国兴衰的时候，你就会看得一清二楚。这不是一个多重要的作用。那达里欧呢，还有不少错误，我就不一一列举了。那么今天呢，这个动荡的世界到底会呈现怎样的发展路径和未来呀？那朋友们，来跟着老管一起，先把3000年人类大历史给它复盘梳理一遍，你就脉络清晰了。对当下的时局，你就知道什么该乐观，什么该谨慎了。那复盘之前，我先请大家记住5样东西：地理、气候、贸易、技术和制度。这5样东西共同决定了一个社会、一个地区它的长期的发展轨迹。那地理环境是一个社会生存发展的初始外部条件啊。你的产业是什么？你靠什么为生啊？你决定了你这个居民的职业啊，进而它会决定这个社会的思维模式、文化内核，再进而会决定他们会搭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权力治理架构。它是高度集权呢，还是高度分权的呀？是分封制还是民主制啊？还是中央集权制啊？气候对帝国的崛起兴衰，对战争的起伏有重大影响。那重大的气候变化，它会带来不同地区之间严重的冲突与碰撞，结果有可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引发全球性的战争与动荡。这个后面的一些例子你就看得很清楚。那贸易呢，它可以让一个社会富裕起来进而引发技术加速创新推动一个社会制度从集权走向分权，从这个专制走向自由，走向民主化。最后呢，它甚至会成长为成熟的文明形态。那如果是给它足够时间的话，那一些关键的技术进步会让一个地区的这个经济社会发生巨大的革命性变化，经济形态可能因此出现根本性转变。
那战争的态势也可能会因此突破原有的均衡状态，进入新的局面。那由此呢，带来整个全球性社会的制度的重构。好，那我们现在来进入人类3000年大历史，帝国的兴衰和战争的变迁。2500年前，古希腊创造了举世无双的经济大繁荣。古希腊城邦当时达到了这个极高的富裕水平啊，你即使是在今天看来都是非常厉害的。而且，古希腊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啊，他当然还有奴隶，但是他对自己的公民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制度啊。今天的 democracy、republic 这些词儿都是那个时候创造的。那然后呢，在2000年前，也就是公元前200年啊，到公元前100年这个区间上，古希腊被摧毁了，古希腊的民主文明从此消失不见，罗马帝国取而代之。那么，这古希腊它怎么崛起的？它为什么被罗马给摧毁了？这2500年前的人类社会啊，那时候还处在非常原始的状态，铁器还没有发明，也没有广泛使用，农业耕种啊还处在用木犁、用木质工具和石器来工作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你想想看，那当时的农业生产它得多么艰难啊，生产效率得多么低呀，产出的粮食根本养不活多少人口。所以那个时候在陆地你从事农业和这个狩猎采集的话，你这样的社会都是非常小的这种部落社会。但是希腊这个地方很特殊，希腊它的各个城邦都主要在地中海、爱琴海周边的这个港口诞生。爱琴海呢，它是恰好处在地中海海运交通路线的中枢位置啊，向东北它能连通到黑海，那向南它能连通到非洲，向东它能到这个中东，那向西呢，它能一直连通今天的意大利、法国、西班牙。那希腊沿海居民他这个生活原本很艰难，因为这里耕地少啊，产出的粮食更少呀。但是水运便利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很快就让希腊人发展起来附属的商业。希腊人就驾着小船呀，那时候船的技术很落后啊，都是些很小的木头船，沿着地中海这个边上啊，四处做贸易。那非洲的尼罗河、黑海的北岸，今天的乌克兰啊，这两个地方是两个大粮仓啊，盛产粮食。那他们就沿着内河一直航行到这个欧洲的内地啊，从那里有琥珀呀、皮毛啊、玉石啊等等啊装上船。然后呢，还有今天的土耳其、高加索、西班牙，那这些地方它盛产这个铜和锡，那这在当时是最重要的金属啊，它可以制造青铜器啊。那希腊人呢，就把这4个方向啊生产的不同货物，用他们的船载着啊，在4处这样供应啊联络做贸易，他赚到了大量的利润。那经过几百年啊，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就变得非常富庶啊，他们的富裕水平在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比不上。那你看当时的这个古希腊的雕像啊，美轮美奂呀。那你再看后世的雕像，你看这个样子，那简直跟这个农民雕出来的一样。那当时为什么能发展出来这么精美的艺术啊？没别的，就是太富裕了，就出现了一辈子专职搞这个东西的艺术家呀。那这个社会养得起呀。那内地那些农业社会，他们怎么养得起呢？太穷了呀，你饭都不够吃，你在这个墙上在洞里涂个鸦，那就是很厉害的艺术瑰宝啦。那跟希腊根本就没法比。哎，那你说内地社会它为什么不做商业啊？它没法做，陆地运输那个时候你顶多用牛车来运啊，你那个轮子都是木头轮子，连道路都是泥泞的山路、土路，这个成本高到无法承受。那根据一些史料啊，你当时运输一车粮食跟100公里，成本就超过了这车粮食的货值。那你说它这个商业怎么可能发展起来啊？海运成本太低了，从地中海的东岸
到西岸长途运输4、5千公里，成本才增加30%啊！所以你想，那希腊它的这个交通运输条件，这个商业条件，它不是得天独厚吗？所以希腊城邦它是一个商人社会，这里生活的相当比例都是商人群体。那农民也有，但占比很少，他们在山坡上种地啊、放羊，都是很穷的。那个时候他不是用木犁石器吗？他怎么可能富得起来呀？所以这个社会的治理结构就按照商人的思维模式、价值观来搭建起来。商人追求平等自由啊，推崇这个遵守契约，那所以他们就建立了民主制。那这里你可千万别以为商人他天生就追求自由平等啊，那不是的。那一开始做贸易的时候也是互相抢劫啊，那商人之间的抢劫，那跟地主之间的抢劫也没太大区别啊。但是后来呢，它就不一样了。地主之间抢劫就是抢土地啊，把你这块土地占了，你就没办法了呀，我就更强大了，你就更弱小了呀，你就更打不过我了。这个社会它会进入一种一方具有压倒性优势，那另一方呢毫无还手之力的这么一种稳定均衡状态。我们可以把这种状态叫做两极化分布的这样一种稳定均衡。当然这是数学语言了。那商人他不一样，你把我这个船货抢了，那下次没准我又在别的地方发财了，说不定我来抢你的货。所以商人之间的抢劫它比较难以形成压倒性的优势。那你要控制海运路线也很难呀，因为大海它不像陆地啊，陆地上你把某个必经之路给它控制了，关卡设上，那别人就没法了呀。在海上它是个平面运输的东西，四通八达，你随便哪里都可以航行，所以呢你控制起来太难了。那商人啊，他们经过几百年的互相野蛮的劫掠啊、拼杀，最后他们才慢慢的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大家还是合作才能共赢啊，我买你的，你买我的，大家互相协商，互相尊重啊，那我们能够赚更多的钱呀，比打仗要好多了。于是呢，平等自由思想就在这样的经济活动中的商人群体里诞生了，而且它越长越大，这个体系越来越成熟。那商人之间他发生这个贸易争端，他要裁判呀，法官就诞生了。那他要给他们仲裁呀，而法官你要想有公信力，你就得非常独立呀，你否则大家不信服呀。所以你这个社会，你这个法官跟这个政府，它就天然是具有一定的相互独立性的体系。但是希腊的商业文明发展的时间太短了，它还处在这个文明与野蛮交织啊，从野蛮向文明过渡还没完全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个大国雅典呀，尽管当时内部民主制度最成熟，但是对外它却表现出很强的霸权主义，那就是欺负人啊。那实际上如果在这个商业世界里头啊，这个希腊继续给它几百年的时间让它去发展的话，它很可能发展出来非常成熟的现代文明制度。但是很遗憾，历史没给它这个时间。这个时候啊，忽然出现了一种新的技术，这种技术一开始跟希腊八竿子都打不着，但是等这个技术成熟而普及之后，它杀死了希腊这个城邦商业帝国。那这就要说罗马的崛起了。罗马的崛起是因为一种全新的技术创新出现了，就是铁器。在铁器出现之前，农业生产靠的是石器和木头。你说，那时候不是还有青铜吗？你要知道，青铜是一种非常稀缺的合金，它是由铜和锡造的呀。但是地壳中铜的储量只有铁的1/500，而锡必须和铜按照大概1:9的比例来混合制造青铜啊，而锡的含量就更低了。你换算下来，地壳里储藏的铜和锡可以炼成的青铜，只有铁储量的大约3000分之一。那你想这个差距太大了。结果是什么？就青铜啊极度稀缺，根本你舍不得用来做农具呀，谁舍得呀？青铜当时尽管已经出现几百年上千年了，但是农业生产仍然停留在石器农业时代。那青铜只有那些特别富有的贵族才用得起，它用途主要就2个。第一呢，就是制造兵器它用它来杀人啊，
铁器诞生之前那是最厉害的兵器。第二呢是用作奢侈品啊，装饰品，显示这个贵族的奢华富贵啊。那么这个时候啊，古希腊拥有整个地球最强的军队。那为什么呢？前面说了，希腊是做贸易的呀，它极其富庶啊，它很有钱，只有它才有能力大规模的装备青铜兵器这样的军队。青铜军队面对内陆当时手持棍棒的农业部落，那简直是碾压性的军事优势啊。那你说，那希腊为什么不派军队往内陆扩张，占领更多的领土，建立一个更大的帝国呢？这原因很简单呀，当时内地农业社会太穷了，你打进去占地盘没意义啊，你得不到什么财富，你还是在海上做贸易更赚钱、更轻松、更富裕啊。所以啊，那个时候希腊城邦根本不屑于向内地扩张武力。内地简直就是一个非常原始蛮荒的那么一片蛮荒之地，你都不屑一去。那内地的贫穷农业部落呢，看着这个遥远的海边的富庶的希腊城邦啊，也是只有艳羡，这两者基本上相安无事。但是铁器出现以后，这个稳定的状态被打破了。刚才说了，铁的储量太充沛了呀，所以它造出来的铁器供应就十分的充沛，非常的廉价。那于是呢，它就迅速的在生产当中普及使用啊，铁犁、铁锹、铁镐、剪刀、针，这些铁制工具就广泛的替代了石器和木质工具。那这就大大提高了这个生产效率啊，粮食产出立刻是几十倍、几百倍的暴增啊。那你想，内地农业社会是不是它就立即出现了人口几十倍、几百倍的剧增？那后来呢，在炼铁的时候啊，又加入了碳，就生产出来更厉害的东西，叫钢，用钢来做钢刀、钢剑，这个东西远胜青铜器啊、青铜刀剑啊。更要命的是，这个玩意儿它超级便宜，那可以迅速大规模的武装起来一支庞大的军队。那古希腊当时你再有钱，你的青铜也少啊，你也武装不起来巨大的军队啊。当时据记载，最多你也就是几万人啊，你超过10万人这就不可能啊。但是在内地这个时候进入铁器时代就大不一样了。刚才说了，这人口暴增啊，这个钢刀的数量也暴增啊，你再加上车辆也因为你有铁器更加先进了呀，你不是铁轴吗？那所以这个运输补给能力也特别强，他们也开始修路了。所以这农业社会啊，它就迅速的崛起繁荣，而且它能够组建起来一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庞大的持有钢刀钢剑的军队啊，军队人数当时就突破10万了，达到几十万人的规模呀。那中国史上记载的刚刚进入铁器时代不多久发生的长平之战，那交战双方达到了100万人啊。那当然中国的史书常常会有夸大啊，但几十万它肯定是吧。那么你想想看，当这样一支几十万人的军队来到希腊那些小城邦的时候，你干得过吗？那对这个他们就是摧枯拉朽啊。那罗马就把希腊给摧毁了。那当时内陆其实还有很多其他农业社会啊，比如说马其顿啊等等，罗马只是其中一个呀。那为什么罗马崛起了，其他的不行啊？那这里头就具有偶然性了。罗马是刚好连续赶上好几位了不起的领袖，他带领罗马军队啊四处征伐、抢地、抢人，他就越来越强，别人就越来越弱啊。那最后呢，地中海周边所有有人居住的社会全都被他征服了，都纳入了罗马帝国。往东边罗马一直打到今天的伊拉克啊，往北一直打到莱茵河、多瑙河，往南一直打到非洲的沙漠，那往西一直打到英国。那这就是崇尚武力、喜欢侵略扩张的农业社会啊。农业社会它就抢地才能更强大呀。那么罗马的经济形态主要就是建立在这个农业基础上的。那这个时候航海技术还不够发达呀，那些小船做贸易能够带来的利润，你远不如控制一大片农业土地产生这个利润更高呀。所以当时的这个商人群体在社会结构当中就慢慢的衰落下去了。
社会主要由大地主和农民来掌控。大地主、农民他们可不讲民主啊，不讲自由，讲究枪杆子里头出政权，要去掠夺、扩张、抢土地。所以啊，他们就建立非常森严的等级制度、等级社会，高度集权的皇权社会或者君主社会。那罗马就很快从之前他们从希腊那儿学的民主共和制，就转变为皇权制度啦，那高度的集权独裁呀。你看啊，罗马的崛起本质上是源自一项重大技术的突破，就是铁器。这个技术啊，在当时不亚于今天的信息技术革命啊，它让整个社会的经济形态变了，进而让整个社会的这个群体啊，人们的职业和文化这个思维都跟着变了啊。那当然，这个社会制度也都跟着变了呀。最后，它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那在地球的另一边，中国那边也一样啊。你从春秋战国过渡到秦朝大一统啊，那这都是铁器技术啊出现并且普及带来的后果呀。那有空我们再讲中国的演变。那么后来罗马为什么衰落崩溃了？罗马在公元400年以后逐渐分崩离析。先是西罗马帝国覆灭，然后呢，东罗马帝国统治面积逐渐缩小啊，苟延残喘了1000年，最后也覆灭了。所以实际上，作为一个帝国，罗马在公元500年左右就已经衰落了，后面那一段都不能称作帝国了。那罗马为什么覆灭呀？是因为新的技术出现了吗？不是，也是。前面我们不是说那5个变量啊，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吗？地理、商业、气候、技术和制度吗？那其中地理、商业、技术和制度这4个变量，我们刚才都提到了呀，还差一个就是气候。气候这个变量这个时候登场了。当时罗马欧洲那是个农业社会啊，罗马北部边境是多瑙河和莱茵河，还有易北河啊。边境往北往东居住着什么人啊？是一些农业的部落啊，人口相对稀少，他们被称作蛮族，英文就是 German， 就日耳曼嘛。那当时罗马为什么不继续往上扩张啊？我觉得呀，是因为当时罗马这个国土面积啊，已经达到了在当时技术条件下可以支撑的稳定统治、稳定管理、稳定防御的极限。当时路上最快交通就是马和马车呀，你信息传递、物资补给都有一个最大的半径，离开那个半径以外，你就很难建立起来稳定的统治和管理。所以罗马打到易北河推不动了，前面人口稀少，继续往前推，军事代价很大，管理成本、防御难度都大到无法承受，于是帝国的防御边界就安顿下来了。从蛮族居住的地方再往北往东，那就是亚洲内部的这个游牧部族啦。游牧部族的生存状态与农业社会不一样啊，它是到处放牧啊，居无定所啊，有时候去周边农业社会啊劫掠一番，所以他们比农业社会还具有侵略性。那当时中国发生了件大事儿，就是一直这个匈奴啊在侵略啊这个劫掠汉朝。但是到了西汉武帝的时候，他借助几十年休养生息积累起来的经济基础，忽然之间就组织起来庞大的军队，猛烈攻击当时草原上的游牧部族匈奴。那后来呢，到公元89年，东汉窦宪彻底打垮了匈奴，匈奴就一部分被征服同化，另一部分呢，他就向西远遁啊，跑到中亚生活去了。那在公元4世纪到6世纪期间啊，中亚草原气候骤变，降温干旱，这被称作古代小冰期晚期。而公元530到540年间呢，又发生了一场火山大爆发，烟尘笼罩地球啊，全球气候大降温啊。这几次气候灾变就造成草原上草场变薄，牲畜大批的死亡，草原出现饥荒呀。那结果是啥？那匈奴人为了生存，那边汉朝他打不过了呀，他就往西扩张，往西打。那他们打的就是蛮族啊，蛮族顶不住啊，
就潮水一样的继续往西跑。那他们就汇成一浪一浪的数量巨大的为了生存而迁徙的难民啊，就奔着罗马打过来了。那罗马就调动全国军力，不停的跟蛮族打。可是啊，这北部的边境战线实在太长了，而且呢，蛮族是一浪一浪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不停的攻击罗马。这个过程持续了几百年。有的呢，甚至直接杀到罗马腹地啊。那有的蛮族呢，后来就在罗马定居，融入了罗马，变成了罗马公民。然后你知道吗？他又反过来保护罗马啊，组成军队去打后来的蛮族。那到最后啊，连罗马皇帝都曾经由这个蛮族人来担任了。气候这个变量啊，在这后来的人类大历史中还会发挥它巨大的能量。那后面我们还会讲到。那再后来呢，匈奴啊就直接跟罗马短兵相接了。匈奴的首领阿提拉，他的名字在罗马人那里是人人闻风丧胆呀。罗马就不得不年年给这个匈奴进贡。那这期间还有一项技术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就是马镫。马镫就是在公元300年前后出现的。马镫它能够让这个骑兵稳稳地待在马背上啊。以前马镫没有啊，你全靠腿夹着马背啊。那你想，你打仗的时候你能用力吗？你拿重兵器拿不动啊。所以在马镫以前，骑兵在战场上他就是配角。罗马以前打遍天下无敌手，靠的是农业步兵方阵啊。那马镫的出现，让骑兵啊一下子对步兵形成了碾压性的优势。而马这个东西，它是草原游牧部落的天然的优势啊。那罗马的步兵啊很难抵抗他们的骑兵部队。那后来罗马也只能放弃步兵啊，发展骑兵啊。可是你没有这个资源优势啊，你的农民养一匹马好贵呀，你得放下农活去练习骑马。你这个游牧部落人家从生下来就天天骑着马放牧射动物，人家就天然有优势啊。那在这样的攻击之下呀，罗马财政就崩溃了，连年征调劳动力去打仗，最后经济彻底崩溃，无力防御，天天遭受这个外族啊冲进来劫掠啊。那没办法呀，各地民众他就只能自己建城堡保护自己。你看欧洲，你现在去旅游，你是不是到处能看到城堡？都是那时候留下来的。那中国它就没有那么多城堡啊。那这是另外的故事，那完全不一样。那咱以后再聊。那这个阶段啊，欧洲就陷入了极其黑暗、贫穷、艰难的时代，那被称作黑暗的中世纪，绵延持续了整整1000多年呀。罗马就是这样被拖垮了。所以你说气候灾变在里面是不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啊？那么你看啊，从古希腊的崛起、覆灭，再到罗马的崛起与崩溃，你从这个过程看，地理、海运、青铜技术、铁器技术、气候、马镫、马匹、社会制度、皇权体制，还有民主制度，这些因素在他们的崛起和衰落当中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些东西你用达里欧那个解释框架它解释不了啊。你说达里欧的那个解释框架适合近现代啊？错，近现代恰恰是技术、经济形态和制度发生根本巨变的一个时间窗口。100年前成立的框架解释100年后的社会变化，可能就因为技术、经济、制度的巨变而不成立了。好，那这期呢我们讲到这里，下一期我们讲蒙古帝国的崛起与覆灭，地中海商业呢重新复兴，然后又衰落，奥斯曼帝国崛起，然后又覆灭。你将继续体会到地理、商业、气候、技术和制度对这些帝国的兴起与衰落，对战争变迁的巨大影响。朋友们，关注老管解牛，关注时记得打开小铃铛全部，那我有新视频上线，你就能及时收到通知。我们下期再见。